听到董奶爸轻声安慰首次生产的依然，才明白国内饲养员远比我们想象中更爱熊猫。依然生产之前因为宫缩，疼痛到在内舍四处踱步，焦躁不安。奶爸看到后心疼万分，只能伸手抚摸着宝贝女儿。眼见依然还是痛苦万分的模样，奶爸心都要碎了，赶忙去外场找来一块木头，转移闺女的注意力。或许是因为依然的压力太大，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木头就被他挠成碎屑。之后，董奶爸便带着孩子出门放风。依然在内舍被产房憋了1个多月，如今呼吸新鲜空气后乐开了花，老父亲都叫不回去，一心只想玩的闺女。回去哦。只可惜这并没有缓解他的宫缩反应。宝贝回到内舍，再次顶着地面，蜷缩成一团，发出阵阵哀嚎。奶爸赶忙拿来竹子给闺女补充体力。在他的安慰下，依然终于有了胃口，拿着竹子就大快朵颐起来。而董奶爸还是放心不下闺女，他担心满地的竹屑会影响依然生产，于是亲自去产房收拾卫生，还准备好转运箱，方便一会儿驱仔。令人没想到的是，意外还是发生了。依然好不容易有生产迹象时，熊猫幼崽却被卡在产道口，小家伙很容易出现窒息死亡的情况。董奶爸看到这一幕彻底慌了，明知道此时的闺女攻击性极强，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内场，轻轻摸着依然的小肚子帮忙助产。奶爸给依然按摩的同时，还不忘记拿着蜂蜜安抚自家宝贝。在他的帮助下，幼崽伴随着啼哭声降落。董奶爸当即带着小家伙去检查，依然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带走也不生气，而是坐在门口乖乖等着奶爸，因为他相信对方不会伤害熊猫宝宝。奶爸检查完得知没有问题后，一路小跑将小家伙还给宝贝闺女。第一次当妈的依然母性极强，抱起来熊猫宝宝压根不愿意撒手，以至于依然都生产10多天了，工作人员还是接触不到幼崽，只好让依然最信任的董奶爸上场驱仔。他做好消毒杀菌的准备工作后，在没有蜂蜜和盆奶的情况进入产房。今天是在这都16天了，我给去检查一下啊。依然一开始还是警惕万分，眼见两脚兽靠近他，抱着小家伙死活不撒手。听到奶爸熟悉的声音后，立马放松，心甘情愿交出了熊猫宝宝。董奶爸专业和爱心的有目共睹，正因为他足够爱，所以换来了信任。看到马来西亚奶爸近身照顾凤仪，才发现滚滚们在国外也能被宠上天。最近凤仪出现假孕现象，眼见宝贝闺女不吃不喝没有胃口，奶爸明知道成年大熊猫有领地意识，还是选择拿着食物亲手投喂。不仅笋是提前切好的小块，他还要递到凤仪嘴边。等到闺女吃完饭后也不肯离开，为了不让对方在假孕期间情绪低落，大马奶爸直接蹲下来陪闺女聊天。还记得凤仪从前发情难受的时候，也是奶爸追着给闺女喂饭，还不忘满脸宠溺地摸一下对方的脑瓜。虽然凤仪已经是好几个孩子的妈了，可大马奶爸眼中的她还是个需要呵护宠爱的小女孩。平日里只要凤仪不高兴发脾气，这群亲爸们比谁都着急，不是轮番上线哄娃，就是一个劲塞美食博公主一笑。滚滚们还在抱着冰块降温时，马来西亚就花10几万购置超大号冰床，只是为了看到自家闺女趴上去后发自内心的笑容。宝贝还独自一雄拥有豪华泳池，大夏天玩水的凤仪被踢有多开心了。正因为奶爸对闺女的种种爱护，也让他们爱屋及乌，对凤仪的3个女儿也是打心底宠溺。意义第一次出外场的时候，还是被饲养员亲手抱着和游客见面，大马奶爸满脸慈祥，都笑开了花，有种老父亲送闺女上学般的骄傲。生意同样被宠出来公主脾气，宝贝一到上班就摆烂，奶爸非但没有提醒孩子，还耐心地帮对方遮住刺眼的阳光。要知道熊猫馆经常有游客吵闹，大马奶爸知道熊猫喜静，只要听到有人吵闹就毫不留情地驱赶，并且小家伙不想上班的时候，奶爸也不会强迫对方，直接拿出熊猫玩偶出门给游客道歉。而暖暖更是马来西亚的团宠，宝贝打小就被奶爸捧在手心里疼爱，不仅上下学被对方抱着，就连吃的笋都不用自己剥皮，全都是饲养员切成小块送给公主，以至于暖暖回国后还因为不会剥皮这项技能被奶妈开设课外辅导。姐妹仨不仅留学期间被宠上天，即便回国后也被大马奶爸念念不忘。他们经常来中国看望孩子，暖暖看到奶爸后会立马起身回应，这满是爱意的小眼神就足以证明父女俩感情有多深。而生意的奶爸还专门带来宝贝小时候最喜欢玩的红球玩具，当着孩子的面不断挥舞，试图唤起小家伙的童年回忆。没想到马来西亚养熊猫还有售后服务，只能说不是所有国外饲养员都是孟菲斯那般，喜欢大熊猫的人从来都不分国界。奶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召唤小奇迹，父子俩久别重逢后有多开心。小奇，时隔多日，终于听到奶爸叫仔仔起床。睡眼惺忪的小奇迹立马起身，抬头看到满脸慈祥的老王后，原本郁郁寡欢的脸上直接笑开了花。或许是因为王奶爸的回归，这小子直接开心到吃了一大根竹笋，完全不是前几天那个伤心难过到没胃口的小熊。王奶爸也离不开好大人，整整一上午都在内舍和小奇迹谈心，似乎是向对方解释为啥没来上班。即便去外场批竹子加餐，他也要紧挨着小窗口干活，只是为了离自家宝贝更近一些。而小奇迹开心之余还不忘拿捏奶爸，对方只是去紫嫣大叔家加餐，和游客粉丝一会儿唠嗑，
仔仔就哼哧哼哧的生胖气，吓得老王赶忙去内舍拿零食哄好蛋儿。这小子甚至还有心情拆家了，直接趁奶爸奶妈不注意拔掉一根大树。小奇迹干完坏事，还一脸无所谓的趴木架上睡觉，内心 OS 我可是国宝，谁敢说我？很久没见到小奇迹这么放飞自我了。要知道王奶爸没回家那段时间，宝贝整天紧盯着路口，只是为了期待对方开车路过，他还哪有什么功夫拆家捣蛋啊？虽然奶爸因为产仔季忙被暂时调岗，白天照顾生意那几个小熊，晚上还得去产房加班，可他一直记挂着小奇迹，不是趁休息时间开着车偷偷路过，就是以送竹子为由看自家宝贝一眼。好在父子俩正式团聚了，不然不敢想象一人一熊有多煎熬。毕竟王奶爸仅仅是因为小奇迹不吃营养品就忧心忡忡。回来的时候他就不吃那个我们这边的窝窝头金丝酿因为他们以前没吃过，说回来就想尽办法，因为含了很多的营养。或许王奶爸也在竭尽全力弥补孩子吧。要知道小奇迹刚回国的时候还性格内向，总是独自一熊缩在小角落，面对粉丝的热情也是畏畏缩缩的，这可把王奶爸担心坏了。他只能想方设法帮孩子练胆，经常在小奇迹面前劈竹子。宝贝也从一开始吓得一激灵，到后来1比1模仿奶爸的姿势了。老王很注重孩子的情绪价值，平日里出门和小奇迹报备也就算了，即便自己还在外场干活，也要对着窗口摇头晃脑的哄娃，就连加餐也要提前告诉孩子笋笋的位置。这相处模式早就超越熊猫和饲养员，只能说王奶爸早就将小奇迹当成孩子了。飞云才是当之无愧的团宠公主吧，在饲养员宠爱下活成国宝该有的样子。飞云呐，你公主回家。好奶爸是真的将萌妹当成闺女宠，哄对方回家也是满满的仪式感。只可惜倔脾气的飞云什么也不听，难怪都说被偏爱的孩子有恃无恐。要知道飞云都14岁了还是个少女熊，而这全都是因为奶爸的夸夸。当调皮的飞云用头顶木桩时，奶爸看到后第一时间阻止宝贝闺女。飞云，砸头，别砸头！我说你不行了啊，你不能这么玩啊！本以为这小妞不挨一顿揍，也得被饲养员啰里啰嗦教育个没完，哪曾想对方有2副面孔。飞云只是对着镜头甜甜一笑，正准备开口的奶爸彻底沦陷了。哎呦我的妈呀，还带个小花还了，好看了呀！哎呀，好看好看！哎呀，哎呀，好看好看！难怪这小妞也在彩虹屁中彻底迷失，毕竟换谁天天听赞美，心态都得年轻。当飞云在外场营业舍不得下班时，奶爸一声令下，公主就乖乖动身。飞云，回家喽！飞云呐，走了走了，我回家吃饭啊！这语气像极了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即便是飞云耍脾气夜不归宿后，奶爸也会温柔地叮嘱对方，还学会夜不归宿了是不是？那个样。这和老父亲教育闺女有什么区别？而奶妈对飞云的宠爱不比奶爸差，经常亲手帮闺女做丰容。宝贝最喜欢的小熊玩偶就是她织的。奶妈每次和飞云说话的时候，声音都会不自觉变假。小云，我来喂你吃好吃的好不好呀？来呀，宝宝，哎呀，宝贝，哎呀，宝。要知道他平日里还嫌弃金虎话多，如今一看到大美云态度就2极反转。叫孩子起床，奶妈也得区别对待，喊金虎的时候声音要多大就有多大。金虎，金虎啊！可他面对飞云就是温柔奶妈。起来吃饭啦！吃饭了。只能说奶妈爱与不爱区别很大。还记得飞云发情假孕期间各种不适，经常用海豚音吸引饲养员注意，奶妈也忍不住心疼孩子，便为这小妞安排上洗澡水缓解疼痛，还特意准备了一大堆零食和玩具。即便是喊飞云回家，她也得哄着。给你拿好玩具，飞云回家喽！难怪飞云对奶妈这么温柔，平日里不是主动让对方摸摸鼻子，就是咩咩叫向奶妈撒娇。只能说饲养员对闺女足够温柔细致，才能养出来这么懂事优雅的大美云。20年如一日守护熊猫的陈波奶爸有多低调？我带他就跟我带我女儿一样。陈奶爸因为性格温柔太爱熊猫，一度被基地的滚滚们集体霸凌。面对本就不愿带娃的陈大，陈奶爸也只有被拿捏的份儿。带着拿盆奶换载任务的他，便化身卑微小弟，双手递到闺女嘴边。只可惜程大压根就不吃这一套，小头一痒说了800遍了我不吃。可这小妞在奶妈面前是个乖宝宝，唯独欺负这个泪点低的软柿子奶爸。尽管程大一点不懂事听话，可奶爸还是把她当成亲闺女宠爱。这一声声宝贝不是白叫的。
还有那个自带 wife 的小熊奇异，打小就喜欢黏着奶爸，不管对方在干什么都要抱着腿撒娇。陈波只能拖着导弹鬼负重前行，奶爸非但没抱怨孩子拖油瓶，还打心底里爱护奇异。平日里一言不合就给宝贝个摸头杀，即便奶爸被滚滚的轮番欺负，可他永远都是笑盈盈的。花花小时候也被陈波照顾过，那时候的花宝鸡也是个下班苦难户，一到下班时间就赖着不走，还对着饲养员怒吼，而陈波奶爸直接一把抱着孩子。没想到他对女明星还是霸总强制爱，难怪陈奶爸会是花花心中除谭爷爷外唯一偏爱的饲养员。毕竟平时动不动咬人的霸王花，居然会二话不说就冲上来抱大腿撒娇。作为专业负责的熊猫月嫂，奶爸还手把手教着熊猫妈妈带娃。你哋房务员帮忙真呢？平日里不管是领滚滚们的伙食，还是搬竹子，奶爸向来都是亲力亲为。虽然他已经带过很多届熊猫，可滚滚们的名字还没忘记。每次提起送走的孩子，都是满满不舍。其实每一节都有喜欢的，都很喜欢。然后时间长了就这样，每次都很舍不得。不会给自家孩子冲奶粉的他，却将盆盆奶的配方刻在骨子里。你让他去对，他说怎么弄嘛？然后我就说，你配熊猫的奶你都会配，为什么孩子都不会配？如果不是打心眼里喜爱大熊猫，陈奶爸怎么可能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也要再坚持20多年守护国宝。看到旅美大熊猫天天毫不犹豫钻进航空箱，才明白在异国他乡23年的孩子有多想家。近日华栋开始对美香一家进行回笼训练，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大箱子，天天想起当年就是在航空箱里被送来的，或许进入笼子就能回到阔别23年的家乡了。因此天天没有丝毫犹豫就走进航空箱中。笼子里的空间虽然紧迫，但对于天天来说却是温暖的庇护所，甚至就连食物他也要拿到航空箱旁边去吃。这一幕让人看了瞬间泪目。随后美香也开始进行回笼训练，同样在没有任何引导的情况下，她大步流星走进了航空箱中。但令人担忧的是，小奇迹有些抗拒笼子，第一次回笼训练时并没有配合，而是逃得远远的。营业时表现得有些忐忑不安，情绪低落。或许小奇迹并不知道那是回家的路，所以没有像父母那般如此迫切。天天和美香青梅竹马之后，又一起被送到华东。两小只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互相温暖，夫妻俩经常聚在小窗口前互相鼓励。有时天天为了哄老婆开心会打滚给她看，而美香也会带着小奇迹来看望丈夫。一家3口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熬过了1年又1年。天天非常疼爱这个最小的儿子。有时小奇迹想吃老爸的笋，便隔着窗户撒娇。天天听到后，立马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笋递给他。看着小奇迹吃得很香，他心里比喝了蜜还甜。而美香更是对长相酷似自己的小儿子疼爱有加，母子俩一样的小鸟眼圈和圆润漂亮的脸庞，无论是体型还是外貌都惊人的一致。难怪美香的母爱在小奇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小奇迹刚出生，美香拖着虚弱的身体抱起他，为了不让锋利的指甲弄伤孩子，美香一直用掌心拖着细心舔舐着，直到无力躺下也不忘把小奇迹牢牢护在怀里。生下孩子不久后，美香情绪不太稳定，发作时她为了不伤害小奇迹，便把他推到一边。甚至有次美香提前把孩子抱了出去，自己则在躲门后默默忍受痛苦，难受到极致就啃咬门来缓解。小奇迹平安顺利长大后，美香的爱也没有减少，她会默默把手里包好的竹子递给孩子吃，察觉危险会把小奇迹牢牢护在身下。如此伟大的母亲又怎么能不令人动容？如今美香一家终于能在11月提前回国，希望小奇迹像爸爸妈妈那样勇敢适应航空箱，一家3口马上就能回国享福了。飞云呐！世界破破烂烂，小熊缝缝补补，盘点国宝大熊猫的治愈瞬间。都说萌妹飞云拳打金虎，脚踢妙音，飞是张飞的飞，云是赵云的云，但实际上只要小伙伴不了家，冯猫猫就是整个动物园最乖巧可人的小熊。飞云非常喜欢奶妈做的针织小白象，甚至睡觉时也要牢牢抱在怀里，脸上还挂着满足的甜美笑容。这一幕论谁看了都会觉得萌化人心。其实冯猫猫从小就是个治愈系大美熊。小小一团乖乖坐在那儿好奇的看镜头，吃竹笋时像极了两腮鼓鼓的小仓鼠，可可爱爱的模样不知让多少姨放声尖叫。而女明星花花也同样治愈了许多人的心灵。看到瓜迪迪正躺在木架上呼呼大睡，花花慢慢悠悠爬到他身后捂眼睛做鬼脸。看到瓜迪迪依旧沉睡没有理会自己，花宝鸡有些不好意思的吐吐舌头，这哪里是恶作剧，分明是想俘获姨姨的芳心。有时工作中的花花也会忙里偷闲，坐在台阶上抬头看天放空自己，垂着的小脚丫不停晃悠着，让心情浮躁的两脚兽不由得内心变得平静。虽然于爱年仅1岁就手染7条鸟命，并且平日霸气侧漏胆大包甜，但小熊精于爱抬起后腿挠痒痒的画面，甜美的歪头杀直接给网友一个心灵暴击。难怪二顺妈妈会沉迷自家闺女的绝世美颜。
此外，熊猫和饲养员的感情也同样温暖人心。当美奶妈帮小丫头拖着怀里吃奶的仔仔时，她非常依赖地抱着奶妈胳膊撒娇，一整个就是天下第一好组合。虫洞鱼可从小是个粘人金妈宝蛋，非常喜欢和奶妈贴贴，而奶妈也乐意宠着这个小家伙。哪怕鱼可如今已经非常重了，但当他从木架上向奶妈扑过去时，奶妈依旧毫不犹豫上前接住他抱在怀里。鱼可则伸出胳膊搂住奶妈脖子，开心的不得了。远在韩国的福宝也同样有2位爷爷疼爱，爷爷们会为孙女准备节日惊喜滑滑梯，并且向同龄的孩子和福宝一起玩耍。福猪猪灿烂的笑容不知温暖了多少猫粉，并且当福宝被妈妈好难过的趴在木架上时，宋爷爷会借来一只漂亮的蝴蝶哄他开心，还放在福宝脑袋上当做发夹。爷孙相处的画面同样治愈人心，如此惹人爱大熊猫们，恐怕就是上天派来的治愈小天使吧。北洞大熊猫究竟有多双标？他们排第2，没有熊敢排第1。这天，徐老爷来给萌萌女士送加餐，而看着胖闺女圆鼓鼓的西瓜肚肚，老爷忍不住伸出罪恶的大手拍了拍徐萌萌肚子上的小肥肉，顿时像水波蛋一样 Q 弹 Q 弹。一向太厚脾气的萌萌竟没有表达不满，而是乖乖吃奶爸送来的苹果和大猪。见此情形，徐老爷满意，转身离去，估计要去找大冤种黄连炫耀自家亲闺女。毕竟对方趁着地窝头的间隙，飞速摸了一下萌萌的脸，结果直接遭到太后的无情熊掌伺候。果然亲生的就是不一样，但俗话说凡事都有例外。虽然黄连是萌家2少萌2的御用女吧，但他在2小子面前依旧要做小伏低。当黄连给萌2梳毛不小心打扰到他吃饭时，2小子直接愤怒转身抡起竹笋威胁：“你再动一个试试！信不信我抽你！”黄连奶爸吓得蹲在栅栏外，弱小可怜又无助。我不该在外面，我应该在笼子。相比之下，徐老爷只需一个脑瓜崩就能解决问题，并且萌2拿捏黄连已经不是1天2天了。这天，徐老爷来给2小子送加餐，但萌2背靠着围栏看不到身后，因此他以为是大冤种黄连来送的。于是无论徐老爷如何敲萌2的头，他都不肯配合，甚至还故意抬头勾引。而当徐老爷想把苹果送进萌2嘴里时，2小子立马紧紧闭上嘴巴，并要求对方喊一声“2太子请吃苹果”。萌2迟迟得不到回应，便不耐烦地转过身，震惊地发现来者竟是徐老爷，立马变成乖乖熊，接过小苹果吃起来。黄连看到这一幕，恐怕要哭晕在厕所了。此外，萌大也同样是个双标熊，加餐时任由光头奶爸喊破嗓子，他也不搭理，而是趴在木架上一脸挑衅地望着对方：“我就不过去咋地吧？”光头奶爸无奈只能请来长发奶爸。谁料对方刚出现，萌大就屁颠颠跑了过去，一整个就是乖巧可人的粘人精。光头奶爸看到后差点咬碎一口银牙。而太子妃小白天不仅双标，还是个颜控。当其他奶爸叫他起床时，要不喊到刻板，要不只能用爪子。可帅气的潘粤明奶爸一声招呼，假寐中的小白天立马起床伸懒腰，起床就有美男欣赏，又是幸福的一天啊！如此可爱机灵的国宝们，大家爱了吗？熊猫饲养员有多卑微？有的跪求孩子回家，有的被孩子关进笼子。明明高温不适合外出营业，可惜贪玩的冉冉仔一心只想出门。奶爸扒拉完这个就那个，无奈之下只能跪地上拼了命堵住熊洞。最后还是奶妈眼疾手快，回到内舍把2小只拽走，奶爸这才脱离苦海，把门关上。虽然明确规定动物不能表演，但架不住冉冉仔是个敬业熊。与之相反的就是面面奶爸，每次拿着窝窝头哄闺女干饭的时候，对方连搭理都不搭理，甚至还当着他的面扔掉窝窝头。久而久之，曾经阳光开朗的奶爸逐渐抑郁，满脸沧桑坐在门口。这一幕，知道的是饲养员哄孩子吃饭，不知道的还以为面面奶爸被熊猫关监狱了呢。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除了把国宝当祖宗供的熊猫饲养员，就连外教老师也逃不过，只是为了求轮辉这个犟种上课。不过论熊猫圈脾气最大的国宝，还得是天津的2姑奶奶喜乐，毕竟饲养员真的把她当祖宗供着。现在能还我了吗，祖宗？那还我吧，行吗？行还。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投喂熊猫，连笋带筐都被抢走的。冯奶爸再气也只能温柔细语哄孩子，不免让人想起来同样很能忍的土豆奶爸。调皮的咸咸仔一把掀翻盆奶，奶爸看到这一幕都快要气晕了，但内心 OS 国宝这可是国宝，惹不起，只能蹲地上用手擦起来地上的残渣。然而熊猫闯祸不是什么大事，收猫才是最让饲养员头疼的高难度任务。为此奶爸奶妈还练就爬树技能。相比之下，黄连奶爸的地位就更低了，即便是给萌萌加餐，也得运用各种工具放到闺女眼前，要不然萌太后压根就不会搭理他。除了滚滚们一个比一个脾气犟之外，饲养员还得随时担心自己被熊猫网暴。虫虫上一秒还在干饭，下一秒就爬到椅子上拿着铁盘，恨不得昭告全天下自己吃不上饭。估计饲养员早已哭晕在厕所，不给他一个熊猫界奥斯卡男主角说不过去了，更别提林岩那个废头子。
这小子一言不合就玩起来冰块，甚至还加大火力往嘴里塞。雷达奶爸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他又要去玩冰去了，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林岩？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我真服了。很难不怀疑滚滚们看过《孙子兵法》，只能说熊猫能成为国宝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都说福宝回国后眼里有光了？饲养员对大熊猫爱与不爱真的很明显。其实我们的工作没有那么想象那么伟大，我们很多都是只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我们对得起这个工作，对得起熊猫。如今的福宝是肉眼可见的幸福。再也不像从前那般易怒，一言不合就拍飞竹子，不是对着乱吵乱叫的游客发脾气，就是没控制住力度拍向饲养员爷爷，并且小福在徐奶爸的带领下，整个熊都变得容光焕发，大大方方。宝贝像是知道自己的国宝地位，在外场宠粉散步的时候，有种古代皇帝巡游江山的既视感。从这副得得瑟瑟的扭屁股姿势，就知道福猪猪回国后有多么开心了。这小妞还懂得表达自己的需求，只要她嘴馋了，就跑去小卖部门口点外卖。等到御厨将笋笋送到嘴边后，福宝原地一坐就是干饭，总感觉他可不只是胖几斤那么简单。还记得福宝在韩国整天被夸敬业，一到上班时间就是营业，还被扒拉着正面看向游客。可他回到老家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如今的小福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没人给他规定上下班时间，都下午4点了还在宿舍睡懒觉。游客干等着，奶爸干看着，没有一个人敢喊公主起床上班。第一次你们今天在这拍也是第一次，我们也是第一次。而徐奶爸非但没打扰闺女，甚至还在劳模小福营业上班的时候，一个劲催促孩子回家凉快。只可惜福宝没搞懂奶爸的心意，还嫌人家唠叨小王八又开始念经了。都知道熊猫打滚是不好的行为，很容易造成孩子行为单一以至于刻板。可宝贝留学期间打滚已经成了常态，明明是紧张不安的打滚，硬是被说成回到内社开心激动。可徐奶爸却不希望闺女这么做，宁愿冒着被骂的风险在镜头前训斥福宝，也不会为了流量哄着对方打滚。小福，来了。只能说奶爸才是真正爱熊猫的表现。老徐虽然同时带着4个熊猫，医保大叔更是跟着他时间最久的，可奶爸接受采访的时候，对宝贝闺女的偏爱真的很明显，不是吐槽儿子年龄大，就是话痨。到了福猪猪，全是形容美少女的好词，长得是浑圆的，年纪变大了。泰山的话特别多。福宝吧，她有点小调皮，她是比较淑女，她其实也蛮温柔。有这么一位女儿奴奶爸，福宝又怎么能不幸福呢？出差当接生婆的徐奶爸终于回来了。难怪福宝这几天吃饭都变得有胃口。原本还闷闷不乐的福猪猪，看到小徐回家，肉眼可见的开心，不仅一直在干饭，就连啃个竹子也是面带笑容。而徐奶爸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投喂闺女吃窝窝头。福宝别提有多高兴了，非要叼着窝窝头巡场向姨姨们炫耀，就连小表情都是满脸的得意洋洋，内心 OS 奶爸送我的你们没有吧？并且今天一大早上班的时候，福宝还心不在焉，去外场也要1步3回头，生怕奶爸再次离自己而去。宝贝之所以会这么依赖奶爸，还是因为老徐对他的宠爱无人能比。当福宝在外场乖乖干饭的时候，奶爸就守在宝贝闺女身后，一个动作就给了他满满的安全感。奶爸夸宝贝闺女更是易如反掌。对于福宝调皮捣蛋，整日在院子里拆家整活的行为，他称对方为捣蛋小淑女。福宝听到干饭就着急的时候，奶爸非但没嫌弃闺女有个痴心眼，还要用夹子硬夸孩子听话懂事。乖嘛，这是乖娃娃嘛，大熊啊，不是小熊啊，说的就是你，好好吃桌子。福宝只是背靠着门口一坐，奶爸不管在干什么，都会第一时间上前给闺女按摩后背。公主只需要边干饭边乖乖享受。奶爸喊其他熊猫起床的时候，纯粹是靠嗓门大叫醒对方的，唯独他的福公主是那个意外。奶爸不是用夹子音温柔叫醒，就是上手宠溺的摸摸闺女的大脑壳。只能说老徐双标也太明显了吧。奶爸嘴上说着对熊猫一视同仁，教育理念就是一碗水端平。我们单位的饲养员对熊猫可以说是一视同仁，其实每一个熊猫都是宝。可草呵呵和自家闺女聊天时，身为老父亲的他当场就不乐意了，话里话外都在拆散这对小情侣。年纪是成年了，但是还没有长大，还是小朋友的感觉。草呵呵听到后都得寻思，难道我不是你的好蛋了吗？奶爸还考虑到熊猫喜静，直接喊话游客不要大声喧哗。虽然福宝留学韩国的时候，园区旁边就是游乐设施，吵闹不断，可他回到自家有奶爸护着。不希望有大家就是说看福宝的时候去大声喧哗啊，福宝福宝，其实这样对熊猫并不是太好。徐奶爸对福宝真的是事无巨细，难怪公主会这么离不开他，仅仅是几日不见就这么情绪激动。直到看见奶爸不顾危险近身照顾生产的喜豆，才发现国内饲养员一直用爱换来熊猫心源。喜豆即将生产之际，奶爸奶妈担心不已。等到他好不容易诞下幼崽后，徐奶爸不顾自身安危去内舍帮忙。只见他小心翼翼抽出来竹叶，生怕幼崽掉下去后被熊猫妈妈误伤。然而此时的喜豆还在努责，忍着生产的疼痛也要怀抱着幼崽。奶爸就在不远处陪着他，满心满眼都是对喜豆的心疼。而某奶爸同样对熊猫妈妈百般爱护。
即便是给盼清采奶，也要拿着一大盆蜂蜜去哄娃，一声声宠溺的安抚，直接让对方放下戒指。盼清，乖乖，没事啊。盼清，盼清，乖乖，没事。奶爸甚至能直接掰开闺女的手采奶，盼清非但不生气，还含情脉脉地看向对方。就连他抱着仔仔呼呼大睡时，木奶爸也能去内射采奶，这何尝不是盼清对奶爸100%信任？怡然生产期间也被奶爸宠上了天。宝贝起初因为妊娠疼痛，产前焦虑不安，董奶爸就亲自带着闺女出门放风，还一把握起怡然的小手，耐心安慰着。正因为他的用心照顾，也让当上妈妈后的怡然信任他。其他饲养员不敢进内舍取熊猫宝宝，生怕熊猫妈妈因为护崽应激，只有董奶爸能毫无顾忌的从宝贝闺女手里拿走小外孙，这就是他和怡然之间的双向奔赴。然而欣欣生完孩子后不吃不喝，一向宠闺女的奶爸亲自上山，只为给闺女采摘新鲜竹叶填饱肚子，就连嫩笋都是他亲手切成小块。奶爸明知道欣欣有攻击性，却还是会独自一人前往内舍投喂。本以为哄闺女干饭很不容易，结果他只是喊了一声欣欣的名字，对方就立马转身努力回应奶爸。走吧，走吧。之前看都不看一眼的笋笋，宝贝也能抱起来大快朵颐。只能说熊猫和饲养员的信任是双向奔赴，是陈奶爸用实际行动换来了欣欣乖乖配合。还有生产前夕差点得抑郁症的苏玲，宝贝一直都狂躁不安，平日温顺的她顶起来竹子撒气，还发了疯似的在内舍四处走动，对各种竹子笋笋更是没有任何胃口。奶爸便特意找来纸箱给闺女缓解压力，还一个劲安抚着对方。在他的陪伴下，原本焦虑的苏玲逐渐适应，没多久便顺利生下熊猫宝宝。或许是因为奶爸在她生产前夕的照顾，让苏玲有了满满的安全感。即便她去内舍打扫卫生，对方非但不害怕，还配合的抬起来小脚。兄弟，来救救他一下哈，打扫干净。国内饲养员远比我们想象中要爱熊猫，难怪当上妈的滚滚依旧被宠成了3岁小孩。小奇迹和王奶爸的相爱相杀有多精彩，仔仔可听不得老父亲吐槽他身材不好，我要减肥。这天宝贝正疯狂炫竹子，结果围观的王奶爸突然吐槽他胖。小奇迹听到后饭也不吃了，气得直捶地。为证明自己是熊猫圈的标准身材，这小子还特意展示大长腿，内心 OS 老王睁大你的眼睛看看。只能说一向倔脾气的小奇迹，绝对是饲养员不敢招惹的存在。就在昨天，奶爸去隔壁帮紫嫣大叔拍照，这一幕刚好被好大儿目睹。这小子还气呼呼地盯着移情别恋的老王，本以为仔仔吃醋这事儿告一段落，结果他居然在大半夜拆家，搞得外场一片狼藉。王奶爸第二天上班后彻底懵了，此时的小奇迹笑得比谁都开心，像是在说你还敢去隔壁找别的熊吗？不得不说，仔仔对奶爸的爱真的很霸道。谁还记得他半年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宝贝巴不得离饲养员远一点，平日里吃个竹笋都要躲在墙角，这怯生生的小眼神一看就是受过苦的。然而如今的小奇迹大变样了，不仅彻底依赖上王奶爸，看向游客的时候也是满脸的笑容，幸福的孩子连眼睛都是星星眼，足以可见王奶爸真的在用心照顾孩子。他为了小奇迹的健康着想，会想方设法投喂对方吃精饲料，不是藏在窝窝头里，就是塞进胡萝卜。难怪仔仔回国后胖成一个球了，谁能想到是嘴上吐槽儿子的奶爸宠出来的。当小奇迹手掌受伤暂停展出时，他也主动去内舍陪对方玩，还好有王奶爸的照料，让孤单无措的孩子有了满满的安全感。要知道调皮的小奇迹最爱拆家，奶爸不仅满脸骄傲夸孩子，还为此特意学来一门手艺，直接化身维修工帮好大儿收拾。有时小奇迹整活玩累了，就往木架上一趴，呼呼大睡起来。奶爸盯着孩子的同时，还蹑手蹑脚的收拾外场，像极了那些操心的老父亲。不过仔仔性格变化最大的原因，还得是奶爸提供给他的情绪价值。只要老王去外场干活加餐，都会摇头晃脑的逗着小家伙玩。他平日里更是投喂不断，还没开始加餐就塞给对方好几根笋。王奶爸还经常在人群中看孩子，默默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小奇迹像是察觉到什么，还在趴着休息的他直接扭头找奶爸。若不是他日复一日的用心照顾，小奇迹怎么可能对王奶爸这么上心？父子俩才是天下第一好吧。果然狐妹子传男不传女，咸咸仔的黏熊精形象全世界都知道。我黏姐姐，然后黏蕊蕊妈，然后还有黏我喜欢抱我腿呀，然后喜欢让我背呀。估计上医院撒娇战神鱼可也没想到，这么小众的赛道也有强劲的对手。想方设法贴贴的咸咸仔实在是太卷了，其他小熊都是一溜烟的跑出外场，唯独这小子出门比登天还难，非要抱着奶妈的大腿撒娇，奶爸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住上手拽孩子，劝他严明一点。咸咸仔反倒瞪了奶爸一眼，
像是在说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哦。奶妈给滚滚们投喂笋笋的时候，咸咸仔一把拉住他的手，死活都不放开，还非要钻进对方怀里开垦大秀。难怪奶妈会忍不住吐槽道：“人家都说你是麻包是吧？”奶妈只是拿着摄像机去拍娃，结果一连被咸咸仔赏了好几个亲亲，只能说这小子未来有一天能开口喊妈妈。猫粉们都不觉得奇怪，就连刚正不阿的太老爷也被甜美可爱的小外孙给融化了。他看到咸咸仔就忍不住展开怀抱，直接将对方团成球抱走。谁还记得他前段时间还很严肃，给小家伙擦个脸都快把熊头套扯下来。只能说咸咸仔的撒娇本事太强了，拿捏饲养员们简直是手拿把掐。蕊蕊干妈也被这小子成功俘获，咸咸仔一言不合就和对方贴贴，就连小脚丫都伸到了人家嘴里。蕊妈内心 OS 大热天的你想干啥？或许是因为干儿子的爱太过强烈，蕊蕊为了躲咸咸仔贴贴，直接钻进洞里，哪曾想对方还是铁了心找干妈玩。最好笑的是，这小子连奶妈和干妈也就算了，比自己大几天的姐姐也要黏着，即便是两小只排排坐炫个咸咸仔也要和蕊蕊仔贴贴。这小子还得把脚搭在对方身上，愁的姐姐躲都躲不开粘熊精。蕊蕊仔趴在树上呼呼大睡时，原本还以为是岁月静好的画面，哪曾想他身上还有废头子弟弟，这小妞都快被压得喘不过来气了。可咸咸仔的幸福感却溢出屏幕。当姐姐准备敲门回家时，这小子一个熊扑就紧紧搂住对方，一向疼爱弟弟的蕊蕊仔只能宠他，任由咸咸仔抱着脑壳贴贴。真的没见过比咸咸仔还会撒娇的熊猫，这么小众的粘熊精赛道也是被他闯进去了。